谁都没有想到，在安家保镖尽数被杀、尸横遍地的情况下，竟然还有人敢从那扇大门走进来。倨傲无比的常胜伯一听到这讥讽的声音，整个人顿时暴怒，他立刻转过身，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个不要命的王八蛋，竟然敢说自己是区区一条老狗。而李亚林与安家人都在一瞬间就认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。李亚林知道这是叶晨来了，而安家人也知道这是恩公来了。他们虽然都听出了叶晨的声音，但心情却截然不同。李亚林早就知道叶晨一定会来，心里甚至在想，叶晨啊叶晨，你终于舍得出现了，你再晚来几秒钟，我老李这条命就撂在这儿了。而安家人此时的心中此时只有4个字：绝处逢生。他们知道恩公实力通天，他来了自己就有救了。而安家人心里除了绝处逢生这4个字之外，很快又有了另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不知这次能否有幸一睹恩公真面目。于是安家人与常胜伯都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看向大门处，他们都想看清来人究竟长什么样。此时他们只能听到叶晨的脚步声在穿过玄关，而那脚步声不疾不徐，不紧不慢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稳。安家人此刻屏息以待，而常胜伯的心也忽然紧了起来，因为他虽然还没看见来人，但不知怎的，心底顿时有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紧张感。随着脚步声渐近，一袭黑衣的叶晨从玄关尽头处走了进来。今日的叶晨没有关灯，也没有遮面，当他以真面目出现在安家人以及常胜伯面前的时候，后者全部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所有人都瞪大眼睛，满脸骇然。常胜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惊骇无比地脱口道：叶长英，你还活着！安家老太太也忍不住高喊一声：长英，真的是长英！老爷子安启山一脸茫然，整个人大脑似乎已经短路，下意识地说道：我们的灯公竟然是长英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明明已经不怪安家人没有将叶晨认出来，一方面叶晨与他父亲的容貌确实很像，而且对安家人来说，他们认识的叶长英就是20多岁到30出头的叶长英，所以叶长英去世之前留给他们的记忆，无论是身材、长相，还是看起来的年纪，都与现在的叶晨几乎一般无二。另一方面，叶晨8岁时便已经失踪，那时的容貌与现在仅剩几分神似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叶晨如果活到现在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所以众人恍惚间将他当成叶长英，是他们的本能反应。此时的叶晨昂首站在众人面前，一字一句地高声说道：我不是叶长英，我是他的儿子叶晨。什么？无论是安家人还是常胜伯，都在这一刻目瞪口呆。叶晨的话就像是前2天那道震撼全金陵的惊雷，直接在他们的脑海之中炸开。老太太瞬间泪崩，看着叶晨哭着喊道：晨儿，你是晨儿，你真的是晨儿！老爷子也情不自禁中泪眼滂沱，他看着视线中已经完全模糊扭曲的叶晨，哽咽着问：晨儿，真的是你吗？他的3个舅舅还有小姨此时也已经泪流满面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找了20年的叶晨竟然会主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而他们更没想到找了20年的叶晨竟然就是前段时间救下安家全家性命的恩公。眼看着安家人一个个眼泪滚滚而落的样子，叶晨此时的心情复杂至极。在他心里，安家人当然是自己的亲人，血浓于水，所以他才会2次3番救安家于水火。可是在他心里，安家人与叶家人一样，都有不可原谅的恨。他恨叶家，是因为叶家当年为了自身利益，逼得父母离开燕京，最终命丧金陵。他恨安家，是因为安家从始至终都不曾瞧得起自己的父亲，而在父母被叶家逼走的时候，安家也从未伸出援手。他与叶家和解，是因为叶忠全反思了当年的错误，并在万破军杀上叶灵山的时候，想过以死来捍卫父母的陵寝与尊严。而他心中对安家的心结还没打开。常胜伯此时将李亚林推开，
完全转过身体，看着叶晨，狞笑了一声，戏谑地说道：“原来是叶长英的儿子，怪不得跟他长得这么像。20年前让你跑了，没想到20年后，你竟然自己跑回来了。”叶晨的眼睛顿时一片血红，声音冰冷地质问：“是你杀了我爸妈？”“没错。”常胜博一脸倨傲地说道：“20年前，我奉命来金陵居杀叶长英一家3口，只可惜叶长英那老狐狸先一步算到会有一劫，提前让人把你这个小杂种带走了。”说着，常胜博冷笑道：“不过真是老天有眼，今天我除了奉命灭安家满门，还奉命要等你出现后再将你斩杀。我本以为这一招可能不会有用，但没想到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闯进来。既然如此，黄泉路上就跟你外公外婆一家人一起走吧。”叶晨眼神之中肃杀之意几乎喷涌而出，他看着常胜博，冷声道：“这20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爸妈报仇，等了20年，终于把你等到了。你死了之后，千万不要着急投胎，我会找到你们那个阴主，将他碎尸万段，再送他去阴曹地府见你。”常胜博眉头一皱，冷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知道阴主，看来你对我们了解很深啊。”叶晨讥笑道：“不就是破清会吗？搞得好像多了不起一样。不妨告诉你，你们在塞浦路斯的死士驻地，就是我让人炸掉的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哦，对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4大伯爵之一吧？不过现在应该已经是3大伯爵了。等今晚过后，3大伯爵就要改名为2大伯爵了。”常胜博表情登时凛然无比，厉声道：“建功博士死于你手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建不建功的，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事务繁忙，没时间去塞浦路斯杀他，所以就让人安了几门禁防炮，等他自投罗网。”说罢，叶晨轻笑一声道：“要说这个人死的是真惨，他堂堂一位伯爵，竟然被禁防炮炸成了肉馅，100好几十斤的人被炮弹炸得粉粉碎，最大的一块估计也不够你塞牙缝的。”常胜博面色阴沉无比，冷声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就是你一直跟我们作对。既然如此，那当初在纽约救了安家的人也是你吧？”叶晨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哭红眼的安家人，淡淡道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常胜博想起李亚林刚才说的话，问叶晨道：“那这么说来，在北欧救了林婉儿的也是你？”“是啊。”叶晨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没抓住林婉儿，你们英主一定很生气吧？”常胜博咬牙质问：“小子，林婉儿的戒指呢？”叶晨笑了笑，摘掉右手的手套，向着常胜博缓缓竖起中指，而林婉儿送他的那枚戒指赫然就在这中指之上。此刻，叶晨看着常胜博，好奇地问他：“老狗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